过去1年，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但是，美国不断在此区域制造事端，导致南海成为中美军事与安全较量的前沿地带。当地时间1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布题为《中国在南海海洋主张》的海洋界限报告。这份报告究竟有何险恶用心？如何用所谓的法律工具来歪曲事实？中方又该如何批驳呢？来看短片。这份长达47页的所谓研究报告，妄称中国在南海的主张不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法。报告还专门对中国在南海的4类海洋主张一一反对，但细看之下，美国此次发布的海洋界限报告在内容上并无新奇之处。自1970年1月前发布首份海洋界限报告以来，52年内，美国累计发布150份所谓海洋界限报告。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每次发布此类报告都算准了时间点。1996年5月，中国宣布海南岛及西沙群岛领海基线，仅2个月后，1996年7月，美方就发布海洋界限中国的直线基线报告，对中国在西沙群岛宣布28个基点并划定领海基线一事提出质疑。2014年12月5号，美国首次就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与历史性权利主张发布海洋界限报告。此时正处于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审议案件的关键时期。这份报告的核心论点和结论，实质上成为当时所谓仲裁庭作出错误裁决的参考标准。罕见的是，此次这份关于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的报告，特意配发了一份中文的摘要和一份越南语的摘要。此举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是首次出现。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国务院释放出鼓励越南在采取国际司法或仲裁手段固化非法侵占岛礁方面采取更多实质行动的信号，试图为越南按自身单边意愿解决南海争端打气助威。我想美国可能有2个考量，那第一个呢就是舆论的考量，因为他是希望这种配发越南文能让越南的普通民众和学者呢能更好的理解，从而呢给越南政府施压，那么挑动越南政府呢在南海问题上呢进一步对抗中国。第二呢是法律上的考量。那我们注意到这次这个报告出台的这个时间点是值得关注的。美国它出台这份报告呢，也是希望这个越南未来可以针对中国提起新的南海仲裁案。对于美方的此番操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美国拒绝加入公约，却以公约的裁判官自居，肆意曲解公约，为一己私利搞多重标准，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国际法治。中国对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拥有主权，这些主张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所谓南海仲裁案违背国家同意原则，越权审理是非法无效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美国作为域外国家，频繁在南海挑动是非，不得人心。美国此次的报告由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海洋及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发布。该部门成立于1974年，已经成为美国借国际法的名义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海洋事务的重要外交工具。美国现行的海洋政策根据是1983年3月里根政府发布的《美国海洋政策声明》。这份声明宣布，美国拒绝签署国际海洋法公约。美国主张的所谓12海里领海宽度，在划定领海基线时，需要采用沿岸低潮线法的方法来划定领海。如果采用各岛屿之间直线连接的基线法划定领海，领海的范围会比按照沿岸低潮线法的面积大很多。美国为了保证自己能在各海域横冲直撞，认为这是过度海洋声索。事实上，以直线基线法划定领海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可以采取对本国最有利的方式来划定领海线，而且国际海洋法公约也允许临海国家以直线基线法来划定领海。但是，美国不接受其他国家关于直线基线法所做的限制性解释。美国军方也以美国国内法为依据，屡次闯入其他国家领海。今年1月20号，我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军舰本福德号再次非法闯入我国西沙群岛周边海域。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美国驱逐舰本福德号未经中国批准，非法闯入我国西沙领海内水。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中国军队对美方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本福德号隶属美军部署在日本的第7舰队，自去年起已经多次非法闯入我国南海领海。不过，此次国防部发言人在领海后加上了“内水”2字，显然代表了美军此次非法闯入的深度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严重。内水是领海基线到国家海岸线的水域，比12海里的领海更加接近海岸线。而且，对于中国派出海空力量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的说法，美方拒不承认。不过，美方的说法很快遭到打脸。卫星图像显示，当天上午10点11分和10点59分分别拍摄到美舰自北向南在西沙群岛西南部的内水和领海穿行，行动极为挑衅。影像显示，至少有中国海军一艘054A 型护卫舰对其进行跟踪、监视和驱离。有分析认为，美军高调否认被解放军驱逐，除了怕削弱航行自由的影响力外，其实也是刻意把话题往驱逐与否这个举动上引，营造一种美军在公海遭到解放军驱逐的假象，从而忽略美军擅闯异国领海以及内水的事实。美国航行自由的目的呢，它就是挑战所谓这个相关国家的过度海洋主张啊，包括这个外国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问题，也就是说是否需要提前申请批准或者是报告，还有一些基线主张等等。但在实践中呢，这个考虑了美国它强大的军事实力呢，很多国家是不敢反抗的，还有一些国家呢就屈服了美国的压力，来修改国内法。但是呢，我们国家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比较坚决的，我们都是警告驱离。所以我想，美国的这种回应呢，可能是为了给这个其他南海沿国以信心，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展示我们国家这个不愿意屈服这样的一个考量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以航行自由为名，在我国领海横行霸道，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争议。2021年，美国外交政策就发文称，美国的航行自由威胁了美国海军军人的生命安全。文章认为，当美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故意激怒中方，中方往往会派出军舰对其驱离，这就营造了一个危险的局面。文章从技术方面解释，一艘军舰的排水量高达上千吨，当全速前进时，将产生巨大的冲力。当船扭转到船舵的时候，船会继续朝着原本的方向前进，直到完成转向。即便是军舰尝试停下，惯性还是会让它快速向前移动上百米。如果这时候有另一艘船在它的前方，将非常可能导致撞船。此外，船的转向与汽车不同，它只能围绕中心点，船头向对角线转弯，船尾摆向另一侧。当船在加速过程中转向，这个中心点会偏移，如果这时它侧方有船，非常容易导致碰撞。与此同时，在两艘船并行且距离很近的时候，两船中间会产生一个漩涡，将两艘船往中间吸。这在物理学中被称为文丘里效应，更加剧了撞船的危险。因此，文章总结，航行自由行动潜藏的威胁是巨大的。此外，美国作为南海域外国家，民众是否支持其干涉南海事务还很难说。美国政府一厢情愿地相信美国民众能够接受美国在执行航行自由任务时因冲突或意外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经济损失，恐怕是自信过头。2018年，我国军舰与美国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当年9月30号，美国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驶入中国南沙群岛近南薰礁和赤瓜礁海域内航行，执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中国驱逐舰迅即行动，驱离美舰离开相关海域。据外媒报道，美国海军公布了一系列当天美军迪凯特号驱逐舰与中国海军170舰在南海对峙的照片。照片显示，中美军舰向同一方向航行，两舰非常接近。据了解，中方驱逐舰在距离美国军舰前方仅约41米处向美舰发出警告，并予以驱离，美舰不得不紧急转向，以防止碰撞。好，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3位嘉宾来共同在线解读，他们分别是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陈香淼，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杰，以及台湾中研院退休研究员宋彦辉。
1月12号，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海洋及国际环境及科学事务局发表了关于中国在南海权利主张的第150号海洋界限报告。那这也是该部门发表的第5份直接涉及中国的报告。请问一下张女士，您觉得美国此时发表这份报告有什么样的意图呢？事实上，从2016年以来呢，美国通过这种军事行动啊、法理化、国际舆情的这种宣传，实际上就试图将这个南海仲裁案这个坐实。那么实际上是我觉得是要遏制我们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些行动和一些主张。那么尤其是在2020年以来，那么无论是这个当时的这种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还是2021年这个布林肯的一些发言，都可以看出，美国未来呢仍将把这个落实南海仲裁案裁决呢，作为在这个南海地区与中国开展法理斗争的一个这个基本的法律主张。美国的这一份海洋界限报告呢，提出了4点，认为中国的主张所谓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向，几乎是全盘否定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这个海洋权利主张。那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的这些所谓的主张能够站得住脚吗？无非就是重新炒作了过去的报告，无非就是重新炒作了援引了仲裁裁决里面的部分内容。那么事实上呢，它实际上是老调重弹之余，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国家跟学者也发现了2016年7月12号的仲裁裁决报告是有非常多的瑕疵跟不当之处的。我们知道美国呢是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但是却每每以公约为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众多国家对自己领海的主张呢是指手画脚。那宋先生，您怎么来看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他有权利、有能力担任这个海洋法的裁判员吗？他没办法没有资格当裁判员。那主要也因为说美国的自己的海洋立法，甚至是国家实践，常常出现所谓的双重标准的问题。那我记得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的国会尤其参议院，当时在讨论美国要不要加入这个公约的时候呢，有附加好几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说，潜水艇在外国的领海里面航行的时候呢，他说可以不需要浮出水面。但是公约的规定是说，在领海行使无害通过权的时候呢，这个潜水艇必须要浮出水面，而且要展示旗帜。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出说，美国的主张跟公约是有相抵触的地方。1月20号，美国军舰再次非法闯入我国西沙领海南部战区，我国国防部均发声表示坚决反对。在美国的不断挑衅之下呢，中美在南海的摩擦也是越来越频繁。我们除了靠这个硬实力来应对之外，还可以跟美国方面进行哪些方面这个行之有效的、具有约束力的一些规则的制定，从而避免在南海地区的擦枪走火呢？陈先生，中美之间呢，目前两军是建立了一系列的这个危机管控机制。那么总的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内容就是2015年中美达成的这个正式签署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规则。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规则能不能得到实行，还是要看美方有没有这个意愿。主要原因在于美方的一线人员他采取的是任务式指挥的这个机制，也就是说美方他的这个一线作战人员具有较多的灵活性，对于海上发生的情况，他可以在不向总部通报的情况下，以及说根据任务的需要，他来采取这个决策。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持续挑衅，台海以及南海的联动风险也在不断上升。据统计，在过去的2021年，打着航行自由幌子的美国派遣舰机频繁出没南海之际，在台海方向舰船穿航次数也高达11次。面对美国国务院近期发表的所谓第150号海洋界限报告，专门提及台湾，蔡英文至今沉默不回应，又说明了什么？台当局目前对南海态度究竟如何？下面来洞察关键。纵观美国发表的所谓第150号海洋界限报告，妄议中国对南海主权声索之余，还夹带了涉台私货。报告中有3处明文提及台湾，指称地理上台湾是南海争端的当事方之一，台湾主张拥有所有南海岛屿及其海域，中国的领海法当中包含有台湾作为领土的主张。
鉴于此报告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大陆在南中国海主权主张，台湾的海洋主张是否有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无讨论。但美国国务院在2005年11月所发布的第127号海洋界限报告中便提及，台湾的大部分领海基线划法与公约规定相一致。美方此番操作无疑是大搞双标。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副教授、两岸及港澳法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叶正国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也表示，华盛顿当局的举动显然有意将南海问题和台海问题联动化，分化两岸关系，从而影响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这次报告的题目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于之前美国发布的海洋界限报告里面提到的中国，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美国是想以南海牌来打两岸牌，以南海犯台海，来影响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值得玩味的是，一向被美国牵着走的蔡英文当局，自美国所谓海洋界限报告发表以来，却没有应声附和。对于蔡英文为何闭气玩缄默，叶正国认为这其实是表态的一种形式，即通过沉默来配合美国的演出。他回应了可能引起岛内民意的冲突和反应，他不回应的话，就相当于是在默认了，也正如他自己的所愿。蔡英文当局的南海政策具有非常明显的谋独倾向，并且在实践中呢坚持互从的行动策略，也就是说完全配合美国的南海政策转向。这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法律依据上，他只主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忽视习惯国际法和岛内相关规定；第二，在权利主张上，完全不提历史性权利；第三，在话语上，他非常强调价值话语，尤其是美国式的航行自由；第四，在范围上，他淡化 U 型线，而只强调对太平岛主权的维护。据叶正国观察，在当前的南海局势中，台湾地区之于美国可发挥两种价值，即法律价值和军事价值。在南海争端中，台湾当局对美国主要有两种价值。第一种价值是法律价值，美国极力的通过各种手段操弄，让台湾当局的主张和中国大陆的主张不一样，进而来影响到中国大陆主张的正当性基础。第二重是军事价值，美国已将台湾明确纳入印太战略中，同时呢，台湾占有太平岛，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所以说，通过美台军事合作来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事实上，诚如叶正国所言，在南海问题上看似低调的蔡英文当局，不过是默默潜水，实则早已把台独黑手伸到南海。去年11月9号，台防务部门发布的2021防务报告就暴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台军定期派潜艇前往南海地区进行演习训练。报告显示，台湾为整补巡弋南海既有领土东沙岛以及位于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不仅派海巡舰定期前往，台军楷模海军256战队海龙号潜艇艇长王国民还曾指挥海龙潜艇执行海空军导弹射击训练、猎鲸操演、南沙定期侦巡战术对抗操演、战备侦巡任务暨海强反潜对抗操演等任务。台媒注意到，这是台军方首度公开台军潜艇在南沙侦巡演训。台军潜艇部队目前只有4艘现役潜艇，包括2艘号称超级古董海上博物馆的2战潜艇海狮和海豹号，至今舰龄均已超过70岁，可以说根本无法出海。另外2艘潜艇海虎跟海龙号，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由荷兰打造出来的旗鱼级常规潜艇。更为讽刺的是，由于难以获得鱼雷，台湾潜艇部队过去少有进行实弹训练，以至于2020年7月15号，台军在汉光36号演习中发射鱼雷击沉靶船，还被大肆宣扬为13年来的首次。那么，眼见潜艇部队装备与训练水平如此落后，台军为何此时突然主动爆出他在南海的动向呢？专家认为，民进党此举背后或许仗着有美国撑腰，美国一直对南海虎视眈眈，奈何南海的水文情况复杂，美军潜艇甚至曾在南海吃过鳖。比如去年10月2号，美海军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就因为对南海海底地形不够了解，发生撞山事故。
因此，美国决定让台湾当先锋，为其趟路，不仅更名正言顺，还能为美国收集更多信息，打探清楚南海的情况。越来越军事化，以武谋斗，与美国呢在南海方面越来越趋向军事合作。如呢，他去年就派遣了潜艇到南海进行巡航。第二个方面呢是不作为，也就是说呢，对其他国家破坏南海权益的行动呢不表态、不行动。除了潜艇行踪遭公开，去年4月7号，台立法部门审查2021年度海洋委员会预算解冻案过程中，也首度曝光了太平岛码头浚深工程示意图。据悉，新一轮的太平岛扩建计划于2020年启动，预计2023年完成，计划耗资16.48亿元新台币，约合3.77亿元人民币。新扩建的太平岛码头除强化既有简易码头设施外，将港中有港，新设直立内堤，还另辟有防涌闸门的100吨艇专用席位。码头两侧也将挖浚至7米，可供4000吨巡防舰泊于内侧码头，减少遭涌浪侵袭的概率。对于为何扩建太平岛，台海巡部门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因应南海情势及相关勤务需求。不过，台防务部门前负责人杨念祖则认为，太平岛扩建后，未来或可成为美国战舰的停靠点。杨念祖直言，太平岛以前不管是开发、扩建、延长飞机跑道等，都有很大争议，但现在突然全部事情都解决了，相信有美国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台海巡部门也正抓紧与美方舰艇开展秘密训练。去年3月26号，美在台协会和台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签署了所谓设立海巡工作小组备忘录。蔡英文当天下午特意在脸书发文吹嘘此事，而且接下来双方将依据了解备忘录建立海巡工作小组，未来会否进一步在南海联动，备受外界关注。海巡合作小组呢，它主要是由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海巡署指定代表进行工作联系的一个平台。它未来呢，可能在南海甚至呢台湾海峡等领域呢，进行分享情报、人员训练和执法合作等等。同时呢，一旦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呢，它随时可以转化为军事合作机制。其实呢，这种组织化的一种合作，它给人一种美台军事合作同盟化的一种想象。去年8月10号上午，也就是所谓海巡备忘录签署后不到半年，有台媒就传出消息称，台海巡部门4000吨级嘉义舰等4艘舰艇当天出现在花莲海域外海，与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会合，针对搜救、海上反恐进行联合演训。不过，台海巡部门否认台美联合操演，仅称嘉义舰确实前往花莲进行组合训练。针对台湾地区跟美国签订所谓设立海巡工作小组备忘录，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台美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或签署任何具有主权意涵的协议。关于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必须指出的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出卖民族利益，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陈先生，根据您的观察，蔡英文当局他在这个南海政策上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一直是在开倒车的。首先迎合美国，那么台湾呢，事实上是支持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台湾岛内不时也有声音传出来说要向美国开放使用太平岛作为基地，我觉得是在有意试探中国大陆的反应及周边一些国家的反应。台湾也强调说，以国际法跟多边的途径解决南海问题，这一点与美国所强调的如出一辙。同时呢，台湾蔡英文当局在一些场合提到南海诸岛的时候，他仅仅提到太平岛，那么及周边的水域，实际上也是在故意的将台湾的在南海主张缩小，从而与中国大陆相切割等等一系列的，实际上都是在以南海问题来推行它的台独理念。台防务部门去年底发布的2021防务报告还显示，台军海龙潜艇曾经在南海地区执行海空军导弹射击训练、侦巡战术对抗操演等等任务。台媒称，这是台军方首度公开台军潜艇在南沙侦巡演训。那这样的一个动作有什么目的？张女士，您怎么来看这个台军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台湾政府呢一度呢实际上在南海问题或者在太平岛问题上，它是过去有一些放松的，它甚至过去有一段时间把这个军队就撤下来。但是随着南海问题的这种升温，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这个加剧以来，台湾这个地方政府对于这个南海问题这个立场上是跟着这个政府的更迭或者是执政党的变化有比较大的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被紧紧的捆绑在一起。需要防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美国借一些这种意外事故，那么它的军舰去登上太平岛的话，我觉得可能南海问题包括实际上是台海问题，它这种性质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也会增加各方我觉得这种产生危机啊或者摩擦的这种可能性。那宋先生，在您看来，这个台当局跟美国之间在南海问题上能有多少共同利益？他们之间的合作又能走多远呢？在南海问题上，尤其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海洋主张方面呢，台湾跟美国并没有共同利益。首先说，美国它是支持南海仲裁，台湾讲说常进人，他在背后怂恿操纵菲律宾提出在2013年提出这个南海仲裁案，但是他是有跟台湾相违的立场，也就是说有损害对台湾海洋权益不利的主张，他把太平岛降格为所谓的盐块。那未来南海的问题方面，或是在南海，台湾跟美国有没有可能进行合作呢？那它的主要的影响的因素是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升温的话，美国在持续推动执行它的印太战略，扩大它的联盟。在美国发表所谓海洋界限报告之后，挑动了南海地区某些国家的神经。越南对这份报告表示了认可，菲律宾则表示了欢迎，并认为这份报告与去年美菲签署的联合愿景声明一致。这些表态似乎正中美国下怀。众所周知，越南和菲律宾的表态离不开美国拱火。不过，美国的如意算盘能否打响？东南亚小伙伴们又有哪些小心思呢？来洞察关键。回顾2021年，美国高官访问东盟十分密集，从国防部长、副总统到国务卿，拜登政府可谓是精英进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10月26号，为期3天的东盟系列峰会在线上举行。美国总统时隔4年出席东盟峰会，罕见地将东南亚国家置于国际舞台中央。拜登在峰会上告诉东盟国家领导人：“我希望你们能够直接从我这儿听到美国对于东盟关系的重视，你们可以期待我的出现，以及向你们伸出援手。”在突出东盟重要性的同时，拜登还宣布提供1.02亿美元的资金，以扩大美国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间再往前追溯，2021年9月2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与东盟10国外长举行面对面或视频会晤时，重申了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以及美国对东盟印太展望的支持。具体到单个国家，在越南方面，美国防长奥斯汀承诺将签署谅解备忘录，协助越南找回越南战争中牺牲的士兵遗骸，帮助越南提升海上安全能力。副总统哈里斯则带去了100万剂辉瑞新冠疫苗和2300万美元抗疫援助大礼包，还宣布启动一项为期5年、耗资3600万美元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旨在加速越南向清洁能源的过渡，并宣布降低美国对越南出口农产品的关税，以及提供数百万美元援助，以清除越南战争遗留的未爆炸武器。而越南也积极投桃报李。就在美国所谓海洋界限报告发布后不久，根据越南国际新闻快讯报道称，越南外交部公开表态，承认美国有关涉南海的研究报告主张。另一方面，越南在南海非法占领的岛礁建设也从未停止。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称，据最新的卫星图像跟踪对比显示，自2021年6月至12月，
越南在南沙群岛非法侵占的敦谦沙洲、景洪岛、洪修岛、毕生礁、西礁和百礁等多个岛礁地物开始了新一轮的填海造地。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在毕生礁上部署了大量军事力量，例如苏制萨姆3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从以色列进口的艾达火箭炮。艾达火箭炮其射程高达150公里，永暑礁就在其射程范围之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越南军队在该地区援火不足的问题。除了越南，菲律宾被视为南海争端中的变量因素。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向来秉持务实与友好的对话态度。他曾说过，南海仲裁裁决不过是一纸空文，他将搁置争议，因为与中国开战对菲律宾没有任何好处。但随着2022年大选的临近，菲律宾国内在南海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美国也抓紧时机进行操弄。2021年6月，美国国务院批准了3项总价值约26亿美元的对菲军售交易。在该声明发表之际，美国政府正试图延长其在菲律宾的驻军协议。该协议对美国的亚太战略至关重要。除了防御承诺以外，美国还对菲律宾大力实行疫苗外交。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披露，截至去年10月，美国通过 COVAX 协助向菲律宾运送了超过2160万剂新冠疫苗，总计资助物资达3900万美元。而福布斯网站去年10月报道，美国还承诺到2022年底向较贫穷国家捐赠11亿剂新冠疫苗，其中第一大受援国就是菲律宾，将援助多达1640万剂新冠疫苗。去年7月，在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菲律宾前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撤销暂停美菲访问部队协议的决定，并表示修订该协定以提升非美军事合作，这让到访的奥斯汀非常感动，连声道谢。随后，杜特尔特在8月2号的电视讲话中公开表示，续签访问部队协议是对美国的一种感谢，因为美国捐赠了大量新冠疫苗给菲律宾，菲律宾以一定让步作为答谢。Not forgetting us. 杜特他在南海问题上对做出一些变化，或者说在对美关系上做出一些变动，更多是基于比如说非美关系的未来考虑，或者比如说菲律宾国内政治的考虑来做出判断。仅仅是这个疫苗外交，我觉得这个分量是比较小的哈。毕竟菲律宾在疫苗上也存在其他的选择，比如说包括美国、英国、俄罗斯的疫苗也有进入菲律宾。除此之外，近期非军方的动作也引起了外界注意。1月16号，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宣布，菲律宾将以超过6.2亿美元购买32架新的 S-70I 黑鹰直升机。就在去年，菲律宾刚订购了16架 S-70I 黑鹰直升机，目的是取代本国空难频发的老式直升机。1月14号，洛伦扎纳还宣布，菲律宾和印度达成了一项军购协议，菲律宾将以近3.75亿美元向印度购买一套岸基反舰导弹系统，以加强其海军防御。去年12月28号，菲律宾签署合约，耗资280亿披索，约合5.56亿美元，从韩国采购2艘轻型护卫舰。在短短半个多月时间里，菲律宾在武器装备方面的支出已经超过20亿美元，这是相当罕见的。从菲律宾采购的武器装备类型来看，主要是海空装备。有分析认为，其军购的目的不言而喻，自然是瞄准了南海问题。美国媒体表示，此项军火交易将极大提升菲律宾空军的行动能力，帮助菲律宾军方更好地应对各类突发危机。因为菲律宾的军事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即便是有针对性的采购一些武器，与周边国家相比，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更不能说和中国相比。所以说呢，这些武器呢，相对我国来说不构成任何实质威胁，而且菲律宾他们也知道中菲军事差距非常大，他们也不会主动挑衅中国。但是呢，这些武器在我看来会加强菲律宾在南海维权方面的力量，那尤其会对我国的民间海洋力量会构成一定的干扰啊，比如说我们的渔民过去捕船等等哈。那么这个时候呢，菲律宾它可能一些应对的措施会有提高。除了拉拢东盟国家之外，在美国的鼓动下，去年以来，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南海域外国家也成为南海的不速之客。去年5月，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启程前往亚太地区，任务期长达7个月，其中南海便是重头戏。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搭载了10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隐身战斗机。这10架战斗机早在2021年4月底就已经从美国本土出发，飞行了大约8000公里，经过多次空中加油后，才顺利进入英国拉克西斯空军基地，登上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足见两国密谋已久。刚进入南海时，伊丽莎白女王号便放飞了其搭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211舰载机中队的 F-35B。不过，英国方面似乎想低调处理在南海进行的行动，因此，英国不仅没有立即宣布进入南海的消息，英国驻新加坡大使在去年7月2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也仅含糊其辞地表示，航母编队会在菲律宾海举行多国联合演习，但拒绝透露任何细节，甚至不愿意提供参演国家和舰只数量。但是美国却想积极表现。3天后，美国海军在官方推特上发布了美国海军战斗机211中队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训练的照片。这张照片抢先曝光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实时定位。几乎是同一时间，7月27号，美国防长奥斯汀盛赞伊丽莎白女王号此次部署行动是历史性的。美媒《华盛顿观察家报》网站刊发的一篇题为《特殊关系在南海的12海里大考验》的文章，却道破其中关键。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是否真的特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问题，即英国是否敢派军舰进入中国领海12海里范围内。但英国航母编队最终并未擅闯中国领海，也没有穿越台湾海峡，反而以最短的时间离开了南海，令美国大感失望。华盛顿观察家报用挑拨的语气评论称，英国航母不敢闯12海里，还悄悄从南海离开，这无疑是中方的一大胜利。另一方面，据日本读卖新闻1月11号报道，从2021年春开始，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已经多次在南海航行。报道显示，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海域的航行活动始于2021年3月，当时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航行。同年8月，另一艘护卫舰同样前往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航行。不过，日媒声称，3月和8月的2次航行均未进入中国领海。域外国家加入搅局南海的队列，无疑背后有美国的强大影子。2021年以来，美国拜登政府2度召集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会议，把南海问题作为重要课题。而去年9月15号成立的 AUKUS 澳英美3边安全伙伴机制，重点之一就是美英为澳大利亚提供8艘核动力潜艇，南海显然是重要覆盖区及活动场所。但是对于拜登拉小圈子，东南亚国家并无好感。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曾担心澳英美联盟会引起军备竞赛。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姆丁更是公开反对澳英美联盟，认为这个联盟不应该导致在南海发生无法预料和意外的事件。如果南海充斥着军事活动，这增加了发生意外事故的可能性。2020年的时候，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曾经明确的扬言支持东南亚国家对于南海的所谓主张。其实这打破了此前美国一直是只批评中国，但是不会为任何东南亚国家进行发声的这样一个传统的立场。那宋先生，您怎么来看美国这方面的一个转变？2020年6月的时候呢，美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就是Kelly Craft， 他就向联合国的秘书长送了一个外交书函。里面就是针对南海的海洋主张，尤其是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它就是抨击。另外，他也引了这个所谓的南海2016年的仲裁的一个裁决，然后去支持他的论点。那这从6月到7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所采取的就是立场，的确是支持这个东南亚国家抨击反对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到了去年的7月，现在的国务卿布林肯他有发布声明，换言之就是拜登他是延续了特朗普的南海政策，而且是加码扩大。毫无疑问，美国呢是南海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那陈先生，在您的观察看来，像越南、菲律宾，他们的南海政策有没有什么变化？他们想卷入到中美之间的竞争当中吗？拜登上台之后呢，东南亚国家的这个一些争端国，他们的南海政策发生了一定的调整，那么是迹象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首先是菲律宾，菲律宾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调整。第一，就是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
那么特别是重在采取问题上，它的立场是越来越强硬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海上一线行动的立场越来越强硬了。比如说像这个2021年11月份，那么中菲之间在能沙群岛仁爱礁发生了小规模的这个风波。那么这个风波发生之后呢，菲律宾的这个外长洛钦说：“你中国不要忘了，美国可是我们的盟友，提醒中国。”它背后是由美国来撑腰的。那么越南呢，总体上来讲是维持是低调的向美国靠拢，然后呢与中国保持一个既斗而不破这么一种策略。越南呢是对于南海地区来说，我觉得主张声索是面积最大，实际上立场也最顽固，相对来说呢，也是它这个军事实力比较强的一个地区性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今年以来呢，美国通过这种港口访问啊，通过它这个盟友对越南提供的一些军事援助，实际上是不断加大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个勾连。我觉得需要关注的是越南在南海问题上这种侵占岛礁啊、非法油气开采啊，包括这种非法这种渔业捕捞方面的一些这个活动，我觉得要给予这个必要的或者及时的这种遏制。第二点，我们也看到中越关系具有它的特殊性，那就是说我们既有良好的这种党际关系，同时呢我们又是邻国，我们又是这个长期的这种伙伴国家，所以我觉得维护南海问题，把南海问题限制在一定的这种范围之内，维护整体的中越关系仍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拜登政府他的这个南海政策在南海这个方向遏制中国上起到了什么效果吗？从目前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德国、法国，以及说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那么包括像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于美国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合作，还是有一定的保留意见的。那么，比如说像这个越南，它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就采取了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一种策略。那么菲律宾它的策略也是目前正在寻求一种相对动态的平衡。所以总的来讲，美国虽然想利用这个小多边模块化的方式来打压遏制中国，但总体来讲的话，由于它配合的伙伴自身有自身的利益考量，以及美国战略的这种以自己为核心，那么有可能会对东盟的中心地位造成挑战的那种战略安排，实际上也是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阻力。菲律宾今年呢就将迎来总统换届选举了。那目前的南海议题正在成为各位候选人争论的一个焦点。那张女士，以您的观察，他们的这些观点会如何影响未来的南海局势？杜特尔特政府呢，本身在南海问题上它是相对低调，这个更重视整体的中非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包括这种军队啊，包括这种这个甚至是外交部以及它更多的一些政治精英，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仍然是比较强硬的。据我所观察呢，实际上菲律宾国内现在正在呢将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放入到这种菲律宾的修宪进程当中，所以未来来看呢，我觉得呢，南海问题呢，无论是谁成为新的一届这种菲律宾的这个政府，那么在南海问题上坚持这个裁决呢，是他们一个基本的立场。那么短期之内呢，因为这个菲律宾所有的政党呢，为了这个拉拢选票，我觉得在这种大选期间会进一步的炒作南海问题。当前拜登政府正在试图将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串联起来，以形成对其所谓目标国压制的态势。那对此，三位老师怎么来看？那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对于2022年的南海形势的走向，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研判呢？美国即将在今年继续深入推进它所谓的太平洋威慑跟综合威慑的这个概念。那么围绕海警这个无人及智能这种装备的这种较量也会慢慢的升级。周边国家，特别是这个菲律宾等等、越南等等一些国家，他们在南海争议区内的这个单边油气开发及一些海单边行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发酵，以及会升温。南海问题法理战的这个相互之间的较量都会以新的方式、新的内容跟新的强度或更大的强度呈现出来。那么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安全的威胁明显会大于
过去。那我觉得要分3轨框架，就是对美呢，我们要就是说是要保持一定的对话，但同时呢，重点是防范中美在海上发生这种海上摩擦的可能性。那么第2点呢，对于中国和南海相关国家来说，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有我们的底线，就是说这些国家不能够在继续在这种非法岛礁占有啊，包括非法油气开采啊，包括一些渔业捕捞方面有更多的这种动作。但同时呢，我觉得中国仍然应该保持和这种菲律宾、马来西亚包括越南的一个政治对话，我觉得进一步增信事宜吧。那么第3轨呢，我觉得就是中国东盟，我觉得这一轨目前来看是稳定南海局势最重要的一轨，也就是在2022年上，中国仍然呢应该和东南亚国家继续推进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磋商，这个是稳定南海局势、对冲域外国家干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